台军将在明年3月发布暂时求生手册，台湾民众应该如何自救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先少。据台湾媒体报道，在台湾的所谓立法院的专项会议的质询中，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回应称，说平民求生指南手册正在制作中，该项工作将于明年3月完成。目前，在台湾各大网站上也流传了不少非官方的民众暂时求生指南，其中流传量最广的是一本《台湾平民的战争求生手册》非官方版。该书作者根据自己对解放军行动的猜测，提供了不少应对空袭、地面攻击的建议。有意思的是，包括这本书在内的许多所谓的求生手册，都不约而同地对平民是否可用枪支防身这一问题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除非你有10分的把握，否则请不要拿起枪支作为自保的武器。这些建议者认为，拿起武器会被解放军将自己视为战斗目标，不利于后续的逃生。有一本台湾退役军人编写的手册甚至强调，千万不要相信那些叫着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台湾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夺取你的食物。中国大陆一直坚持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但是明确不能排除武力统一。岛内出现的这一系列平民求生手册，恐怕是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武力统一这个上面。那么他们的求生呢，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呢，他们举的一些案例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要想靠一本手册降低损失，还是远远不够的。台湾同胞真正实用的战争求生手册，必须简明扼要，恐怕还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从即日起，人人家里自备5星红旗，绣红旗在关键时刻是证明自己立场的关键。第二呢，要观察自己日常交往和住所附近的设施，特别是军事设施，必须远离这些军事目标和政府类的目标。第三，以台独势力呢做明显的切割，同时暗自记录死硬台独分子的活动，一旦发生武统，那么主动为解放军提供情报信息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立功手段。第四，要规劝亲人避免在台军服役，一旦发生冲突，最差的选择就是坚决当逃兵。第五，在台湾的一些现役军人要提前做好组织联系，对军内的那些死硬台独分子要做好标示，必要时可以直接起义，这是大功一件。第六，要想办法与大陆情报部门取得联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第七，家中备足食品、饮用水和防弹衣等物资，提前出售多余的房产。有条件的台湾同胞可以将资产提前转移到大陆，或者是连家属等人员一起转移到大陆，这个是最安全的。第八，对于那些有台独倾向的人来说，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找好退路。表面你可以保持不变，但私下里一定要向大陆有关部门投诚，举报死硬台独分子，提前成为卧底。这同样是一条出路，因为有立功表现的人，应该说会有奖。总之，台湾同胞真正的逃生手册不应该只是一个求生的指南，而是要有大局观，能在未来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条件的要为两岸统一工作做出贡献。现在部分的台湾民众被民进党洗脑，其根本原因就是看不到战争的残酷。如果台军也考虑发放暂时求生指南了，这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局势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危险，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找找出路了。两岸同胞的真正敌人是那些死硬的台独分子，只有消灭了这些敌人，才能够更加安全。因此，台湾地区同胞有责任将这批人送到审判席上。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